看样子，看好我们城主的人不多啊。宋彦回一剑断水，你知道他有多厉害吗？你就让宋彦回。那吴建成都没落多久了，不知道哪来的遗孤啊，还能打得过宋彦回？做梦吧这是！这上一任老城主都被他给打伤了啊！是不是？他怎么来了？哎呀，哎呦，这位公子看着有些眼生，可是头一次来我们天下方，算是第2次来了吧？恕我眼拙，您这次来准备？眼拙，公子，这些人的眼睛就跟狗鼻子一样，这但凡身上有点钱味道的人进来，他们呢就像发现了猎物一样，死死地盯住他们，再用1个时辰时间查清楚这个人的身份来历，查清他身后所能负担起的最大财力，再制定周密的计划，让他在天下方这几日内将他的皮肉吃尽，连骨头渣子都嚼碎了咽下去啊！当年你们不就是这样骗得我倾家荡产的吗？丁老头，你胡说什么？公子，您可千万别听他的呀！您这次来准备压哪个呀？我对你们这儿的赌局没有任何兴趣，我只是比较好奇，上面这些代表什么？啊，这个呀，是如今江湖上的一件大事。吴建成遗孤卓越安要挑战无双城城主宋彦回啊！您可以买卓越安赢，1赔1，您押100两，他要是赢了，您可以得200两；也可以押宋彦回赢，他要赢了，100两可以得300两。当然，还可以买他们2个不分胜负啊！若是您猜对了，也可以得200两。为何买宋彦回赢？赢的比较多。哎，像你这种天真无知的年轻人，还是趁早回家去吧。这赌场啊，不是你这种羔羊该来的地方。哎，你，公子，因为啊，下注的人看好他赢的人比较少，毕竟上一任无双城城主在卓越安面前已经败下阵来，这宋彦回的名气也并不比刘云起高多少啊。原来如此。不过更重要的是，大家都喜欢听故事。一个快被天下人遗忘了的门派，一个从未听说过的无名剑客，一路圣无双城大弟子，论武堂问道4剑，大长老剑山月，前代城主刘云起。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振奋的故事啊！若是再将无双城城主宋彦回踩在脚下，岂不是一个完美的结局呀？怎么个赌法？啊，您最少可以押3两白银，最多可以押1座城。好，那我就押3两银子。啊？我铺垫这么多，您就押3两白银。那您赌谁赢呢？我买自己。更是了不得，这样真的是没听说这人不见鬼回的厉害。就是这么小，比不老城主更厉害。卓然更有，就是这些事我压他了。
真是不错的年轻人，有魄力，很聪明，武功也很高。他方才一进来，就察觉到了你的存在。你没有刻意的隐藏你的气息吗？不，我在他进来之前，就用了绵息功，彻底隐藏住了自己的气息。他武功很高，年纪轻轻就超过了上一代苏家家主。想要控制住他们，影宗今日的表现，看来殿下是要失望了。一博，多拿出些本事来吧。此地便是万卷楼了。整座国丈府中，守卫最为森严。若要进此楼，必须提前引开这些高手。哲叔，你来了。我在来的路上收到了你给大家长的消息，所以我们真的要去杀琅琊王。琅琊王在过去的暗河中，就不是我会接的杀人弹，更何况他还是萧氏皇族3代以来第一人，又岂是那么好杀的？那你想啷子办？先假装与尹宗谈条件。万卷楼是必须得去一趟的，我们要找到能将尹宗一击击溃的办法，这样才能调走尹宗的大部分势力，进入万卷楼，毁掉所有有关暗河的卷宗，让暗河成为那个生于江湖、长于江湖的组织。义部想利用我们来杀琅琊王，说明他怕了。我们正好可以反其道而行，借助琅琊王的力量来灭了尹宗。本以为九霄城那一战便会是终点，不知道度过这次之后，是否还会有下一个阻碍？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，有江湖的地方就有纷争，更何况你有一个喜欢纷争的好兄弟。他什么时候来？天启城中的一切，我已经派人告知于他。他做好应对之策，便会入天启。见臣子，哎呀，那我们就静等几日。比起我们，尹宗那帮家伙肯定是坐立难安。难得来趟天启城，正好带你去几个有意思的地方转转。天启城中最知名的地方，这些日子我倒是都转过了。你去过哪去？千金台、青天剑、问天石、龙起源，甚至还去了学堂。哎呀，停！这都是些什么破地方啊？这都是天启城中最有名的地方。呸！天启城里头最有名的地方，那当然是皇宫。教坊是。苏山河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要去找苏沐雨，要不要一起？沐雨啊，来了天启城，也不晓得来这边逛逛。
不识路。有理有理，这种地方一个人来啊，总是容易迷路的。酒不醉饮，饮自醉啊。哲叔，你什么时候这样喝酒了？这样显得很风流啊。为何你官话又突然变好了？你管那么多干什么？那哲叔，我们接下来去拉猎。百花楼上百花开，百花开尽美人来，自言是去百花楼啊。哲叔，我算是被你摆了一道。你来之前也没和我说这里是。公子，美人的这杯酒一定是美酒啊！公子。哲叔，那接下来做什么？你想做什么？我想走。这位公子是第一次来吗？是。这般如玉的公子莅临百花楼，向来是予取予求的。今日公子你啊，无需花1两银子，便可以在这里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。不知公子想要做什么呀？我方才已经说了，我想走。公子你要走，但你旁边的这位叔父似乎不想走呢。无缘啊，来都来了，尽情享受。不如你就进去听曲啊。我呀，不怕公子你喝最贵的酒，找最漂亮的姑娘，但就怕你听曲儿。上一次来我这儿听曲儿的，还是雪月城的3城主司空长风，那可是带走了我阁内最赚钱的姑娘呢。说笑了。不过公子，今日这外面也不曾下雨，不知你为何要带把伞呀？我猜，这是公子你的武器吧？啊，此处听曲不得邪气入阁，我帮你拿到嘛。哟，二爷来的正好，快来帮我照看一下这位新朋友。嗨，好说好说，请。干嘛？请吧。来来来，坐。嘿嘿。哎呀。在下千金台涂婉，敢问公子尊姓大名啊？苏沐雨。沐雨，好名字，好名字呀！执伞鬼苏沐雨，今日在此只是苏沐雨，并无执伞鬼。啊，莫担心，我也是来听曲的。啊，苏公子真是好雅兴。也不知道苏沐雨那个家伙现在在做些什么。
二爷常来听曲吗？啊，以前是常来的，当年可是国手风姑娘坐镇其中。自从风姑娘走了之后，就许久没来了。现在抚琴的是婉儿姑娘，听朋友说琴音并不逊色于风姑娘，我便来听听。感受如何？虽然在我心里啊，依然是不及风姑娘，但确实已然算得上是不凡了。苏公子觉得呢？对于乐律，我也只是欣赏罢了，并没有什么资格去评判别人。我听爸再聊，不然婉儿姑娘要生气了。看来这个传言中的顶级杀手，并没有那么恐怖，竟还显得十分友善。也不知是那传言过分夸大了，还是实际当此人拔剑之后才会化身恶魔。罢了，我还是先听曲儿吧，一会儿找个机会溜走。你是上哪儿带来了这么个俊秀的小郎君啊？还好生勇猛，巧把我们这儿姑娘的魂儿都给勾跑了。是我一个小兄弟，想检验一下是不是一个可靠的男人。怎么？那在我这楼里逍遥快活的，就一定不是可靠男人了？哼！你检验一个男人做什么？哦，忘了和你讲了，我已经找到我的女儿了。那感情是好啊，这不是你这些年来最大的心愿吗？是啊，但我这个女啊，应得这个小子之后，我总感觉他喜欢上他了。这个小子呢，是我从小看他长大的，其他方面啊都可靠得很，就是在这个男女之情上面啊，我是半点不了解。那这小子算是通过你的考验了。哼，来到这个姹紫嫣红的百花楼，只想到听曲，现在我倒是放心了。但我看呀，这小子怕是一生凉薄的命。你不是也讲我是会死到这半路上的硬？我现在不是好好的，哼，还有了个女儿。我们的家族啊，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。这个小子一定可以改变了所谓的命运。那如此说来，我们是否该好好庆贺一番呀？来，我敬你。我这儿啊也有姑娘，专喜欢你这样的英雄。反正你已然是个官夫了，通不通过考验都没关系。哼。宗主，三官回来了，让他们进来。不愧是宗主，本应是这世间最不易被察觉的影子，可却拥有着国丈这样光鲜而荣耀的身份。你在胡言乱语些什么？乌鸦，听说宗主跟苏沐雨的谈判条件失败了。但我们在黄泉当铺，却碰见了苏昌河。言谈之中，我有一种感觉，比起苏沐雨，如今这位掌权的大家长，是个更加适合合作的对象。哦，你有把握跟苏昌河谈判？有，他是个利益为先的人。所以，最后当上大家长的人是他，而这世上唯一能让他放下利益、感情用事的人，刚好已经提前入了天启城。我们若能提前控制苏沐雨，那么和苏昌河的谈判条件也就多了一分。
到时候苏昌河不管从感情上还是利益上，都不得不和我们合作。然后，我们可倾暗河整个宗门之势，杀死天启城中的一位王爷。至于以后暗河还存不存在，那已经没有了意义。好，那就更改计划，不再等苏沐雨表态了，今夜就将他下入隐狱。遵命。多谢谢轩前辈为华锦疗伤。哎，不客气。他在受伤之前，起了一排银针，刺入了自己的身体。这是药王谷不传的秘籍，七针所混。谢轩前辈，华神医怎么样了？啊，已无大碍。前辈几次救我于危难之中，萧瑟大人感激不尽。啊，举手之劳罢了。前辈客气了。若是没有前辈赠我的无名书，我们几人早就死在暗河的手里了。这寻常人看书啊，是看不出门道的。你能看懂，那是因为你有能力。哎，我上次送你那本书，你看的怎么样了？前辈，你送我的那本《晚来雪》，在街边3文钱就能买到。那可不一样啊！我送你的那一版是未删减版，仅此一本啊！我在里面加了很多情节，很好看的。那前辈，既然是仅此一本，您怎么会有呢？那《晚来雪》的作者是谁啊？江南才女谢飞轩。那我叫什么？您叫谢轩。那传说中容颜绝世的江南才女就是你？是我。有点恶心。你想去后宫见宣妃？你了解宣妃她是什么人吗？我只知道，她是父皇最爱的女人。你父皇一生只爱过2个女人，一个是你母亲，只可惜她在生下你之后不久就病逝了；另一个就是宣妃。但宣妃不仅仅是绝色美人那么简单，这世上除了你父皇之外，还有2个绝顶之人愿意为她赴死，一个是昔日的天外天宗主叶鼎之，另一个就是如今冠绝榜榜首的洛清扬。这宣妃独处深宫多年，好不容易见了吴昕一面，你难道要告诉他，吴昕现在变成了药人吗？但是我需要他的血。吴昕是他的孩子，也是我的朋友。我就知道，你决定的事，谁说也没用。皇叔了解我。我查过了，是赤王给的药，他同意了。可真的是药人之术吗？这不是已经绝迹很多年了吗？药人之术，当年我们都亲眼见过。我在白王府看到的情景，与当年一模一样。而被作为药神的人，结局你也都应该知道。他曾经说，要带领我们暗河走向光明，彻底摆脱杀手的宿命。可为何他会变成如今这个样子？他的欲望太强了，有时候欲望会推动我们前进，但有时候会带领我们走向灭亡。当初你说过，不让暗河卷入这场纷争。事已至此，无法回头了。我只能送你们进去，无法接你们出来。但我会在城墙东角给你们备一辆马车，记住，1个时辰之内必须出来，否则车夫就会走。知道了。这是给你们备的衣服，一会儿换上。为什么要换衣服呀？萧瑟不是皇子吗？我跟着他进去不就行了？白天进宫是不需要换的，但现在是晚上，
宫禁之后，任何人不得进去。再说你们去的是后宫，他又是皇子，更得避嫌。哦，好吧。这怎么是女人的衣服？我刚刚不是说了吗？你们去的是后宫，只有打扮成宫女，才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。但是我们两个大男人穿着宫女的模样，这不更令人注意吗？小瑟，你怎么看起来非但不纠结，还一脸期待的样子？你哪来这么多话呀？你现在话多，说明你特别兴奋。穿女装值得你这么兴奋吗？早知道穿女装，就让千洛师姐来。小瑟，你很有天分啊你！闭嘴，你个白痴，不准说出去。坏了，小瑟。什么坏了？你看他这仪态比我们大不了几岁，怎么可能是指望他娘啊？没认错，看起来年轻吧，其实已经快40岁了。啊！没叫你们，怎么自己进来了？进去。景泰宫新来的宫女吗？本宫怎么没有见过你们？长得倒是有几分姿色，就是骨架大了点，像个男人似的，可惜了。宣妃娘娘。不装了。小瑟，怎么这么快就被识破了？娘娘是洛清扬的师妹，也是影宗宗主的女儿。影宗最擅长的便是伪装，我们能骗过其他人，自然瞒不过宣妃娘娘。你跟你父亲还有母亲长得很像，永安王殿下。娘娘见笑了。萧瑟见过宣妃娘娘。永安王殿下夜闯后宫，还带着这位修为不凡的朋友。你们两个这是来杀人吗？不杀人，只求宣妃娘娘一滴血。一滴血？为何？我有一位朋友，最近中毒，中毒原因正是因为娘娘的一滴血。相同道理，若想解毒，也得靠娘娘的血。之前雨儿也求了本宫的一滴血而去，不知道是否与这件事情有关，也不知道为何，本宫的血可以作毒，还可以解毒。老七求的那滴血，便是我说的那个毒。至于娘娘的血为何能作毒又能解毒，那是因为中毒之人身上流着和娘娘一样的血。你这位朋友叫什么名字？天外天前宗主叶鼎之之子，叶安世。是他来了。娘娘不知道吗？我已经很久没有离开过这里了，宫外的事情没有人告诉我，我也不想知道。对于这个世界，我已经是死人了。娘娘，您当年和叶鼎之以及父皇的事情，萧瑟没有资格知道。但这世界上总归还有人记得娘娘，挂念着娘娘。一个人真正死去的时候，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想起他的时候。可是我这个朋友，他想着娘娘，甚至来找娘娘。他的眉眼跟你一样好看。你的孩子叫什么名字？他叫叶安世。
不错的名字。难道是他？那个娘娘，娘娘，我们时间紧迫，拜托了，娘娘。多谢娘娘。等等，你若再见到他，请他勿再来找我。萧瑟明白。雨儿，母亲，那日你去青天剑，说要给我祈福，用我的血祭灵符。我知道不是实话，却也依了你。可是我没有想到，你竟然是拿来害自己的兄弟。母亲已经知道了。不过我没有兄弟，他只是母妃的另一个孩子。我们身上流的血是不一样的。那你又何必要害他？我不害他，那他就帮着刚才来的那2个人害我了。母亲想救活一个孩子，而害死另一个吗？你让开！母妃，请不要走出这道门。我只是想活下去。我也保证，母妃的另一个孩子也能活下去，不过要等这一切结束之后。哎，你看，咱们衣服换了，雨也停了。雨停了就赶紧走，宫里来来往往人会变多的。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换回来啊？岂不是更容易被人发现了？想要的东西既然已经要到了，就算被人发现，也比那身衣服要强啊。如果来人发现了我们，你拦住他们，我跑不就行了？不对啊，你是皇子，应该是你拦住他们，我走嘛。怎么到你这儿反过来了？我是皇子，私闯后宫被人发现，有损声誉。那你不是不怕吗？那我要是被发现了会怎么样啊？你是庶人，私闯后宫，其罪当诛，审都不用审，一刀砍了就是。嘿，你还真是我的好兄弟。萧瑟，咱们真被人给发现了。什么人？来杀你！是你？你怎么在皇宫中？萧瑟！萧瑟！这样的章法，这样的功力，绝对没错。简月公公，就算替重儿还你的恩情了，你们快走吧。走。你是谁？徐怀公。可是师父已经死了，我明明验过他的尸身。你究竟是谁？你又何必如此呢？从我和你对第一掌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我定不会是你的对手。唉，但你打下了我的面具，我就算是想要留手，也无法了。他真的值得你这样吗？他会是个好皇帝的。你呀，
就是读书读太多了，只要是皇帝，哪会有什么好的？世间自有君子，小人才会不信。那就让我这个小人杀了你这个君子吧。萧瑟，刚刚那人究竟是谁啊？当年废了我武功的人。啊？他是宫里的人？我永远也忘不了他这种诡异的内功。那他究竟是谁呢？能出现在这儿，并且还有如此阴柔的内力，一定是武大姐。肤体无伤，神色淡然，应非他人所害，当是自然而亡。这就是太医院给我们的结论。没有人比我们更清楚锦玉的武功，若论内功深厚，恐怕在我们3个人之上。到底是谁震碎了锦玉的经脉？也或许，这个人的武功就是走的阴柔内劲的方式。虚怀公，可师傅已经死了。世上会这门武功的人已经不存在了。哼，是吗？恐怕未必吧。这些年来，我们都没有放弃修炼这门武功。当年师父留下残本，除了锦玉，我们都没有停止修炼。但是练得如何，练到何种地步，恐怕只有我们自己知道。你的意思是，杀死锦玉的，在我们4人之中？嘘，这话可不当说啊！我不是卓清大剑的弟子，更不会什么虚怀功了。哎，不信，你们可以试试我。可是你的师父并没有死，他是卓清的师弟。